江公子身子再虚弱，也不至于吃了饭菜之后立刻就腹泻吧？说饭菜没问题，谁信？我看客栈里人手不多，大概是菜没洗干净，或者是他自己对哪个菜过敏呢？吃个馒头垫垫。吃不下。公孙大哥，你哪儿都好，就是事儿太多，嘴太欠，还好逞强。我看你吃不下饭，一定是被那鬼屋吓的。说你蠢，你还不爱听，自己那点毛病和心思，偏要借着别人的由头说出来。小小年纪，活像老太太上鸡窝。你，包大哥，他骂我是笨蛋。阿策，你要不还是在我们这里凑合一晚上吧。想到关于你那间屋子的离奇传言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怎么，你堂堂副粉河郎包相公，竟也相信那胡咧咧的鬼话？一闻传说自然不足为凭，但媚丹峰画像上的2句题诗却微言大义。魑魅未解丹峰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期。这不是媚丹峰的意思吗？正是。除此之外，其诗还另有所指。魑魅乃木魅山鬼，丹亦是血色，再加之一魂字，便可暗指血魂林。无终极，因为无极客栈之意。此诗既弦外有音，因而就只剩下白鹿一词未做解释。或许，这正是解密20年前的点睛之笔。第2炷香刚刚起燃，杜大人便引出画像，又随即被杀。不难想象，这都是寄信人蓄意谋之。我们要不要将匿名信之事禀报上官将军？这凶手实在猖狂可恶。暂时不妥，上官将军已对我等心存芥蒂，并强令我等不得再插手此案。此事一旦如实相告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也是，万一上官将军就是寄信人呢？我们不是自己往狼窝里拱吗？谁知道他是疑神疑鬼，还是贼喊捉贼？若非亲眼所见，在下实在不敢相信，凶手竟能在你展少侠的眼皮底下逃之夭夭。你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当时正准备盯梢杜大人的时候，江公子恰好被他拒之门外。杜大人，咱们那个事情可是报仇他们？看那样子，杜大人像是被切得不轻。你们说，凶手会不会是江公子？江玉虎？不可能。自打江玉湖随我们入住客栈，匿名信、迷迭香和人命案便层出不穷。他要真是冰湖玉池，那杜大人为何会迁怒于他？那他是如何在离开之后杀掉杜大人的呢？无论是何手法，凶手必会假装掩饰。越是掩饰，便越会露出马脚。一波方动，万波随。恐怕接下来都是惊涛骇浪了。看来事情不简单呐。此事莫非与发榜之人有关？
你说出赏金榜之事，不会惹怒了那人吧？把人引到客栈，我们的任务就已经结束了。赏金榜的事，旁人一查便知。说不说有什么干系？我们又不曾坏了规矩。更何况，白白一个人情，不卖白不卖。你就不怕别人出卖了我们？他们不会。哎呀，我看你是被公孙策迷了眼。哼，信男人还不如信鬼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包大哥，快起来！包大哥，包大哥！知道你是谁，虽然你换了张皮，但我知道，那就是你。是我？怎么是你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嘘。阿让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没睡着，听见动静出来看看。
刚才那女子劫持梅兰风，你说她究竟是人还是鬼？鬼我倒是没见过，听说公孙策屋子闹鬼，我怕今夜睡着，明天他就不声不响的凉了。他现在睡的肯定比谁都响。不知怎的，刚刚我们的屋子也跟闹鬼似的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安然姐姐，你早点睡吧。我先守着吧，反正我1-2天不睡也没什么影响。好，那你小心。你们也多加提防。嗯。包大哥，包大哥，快醒醒，包大哥，包大哥，包大哥，快醒醒！展昭，你要吓死个人啊！包大哥，你睡得也太沉了吧？昨天夜里，房间闹了半宿的鬼。闹鬼？是啊，我半夜起来如厕。听见不知哪里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好久才消失。还有，我从茅房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媚丹峰了。媚丹峰。紧接着，胡掌柜的房里就传出了宛如女鬼一样的笑声，可瘆得慌了。媚丹峰。不过孟老板来得太快，我只听见胡掌柜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虽然你换了张皮，但我知道。”那就是你，包大哥，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除了阿软，这间客栈中的女子便只剩下南天竺、水姨、孟夫人和清明。只是不知胡掌柜所说的那张皮是红颜暗老，还是今非昔比？万一媚丹峰还尚在人世，会不会就是他们其中一人？不好说。不过捉鬼还要找主人，这件事还得去请教你公孙大哥。好。包大哥，信。走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君之智慧竟不过尔尔，一切尽如预计，我已觉乏味。第3回合，望君全力以赴。血魂铃。不过一夜的功夫，凶手又迫不及待的要动手了。这封信来得悄无声息，该不会真是媚丹峰所为吧？你房间昨晚没有闹鬼吗？昨晚赶路太累，我一沾枕头便睡着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真奇怪，该闹鬼的房间没有闹鬼，反而不该闹鬼的闹了。昨天晚上我们的房间发出怪异的声响，过了好久才消失。公孙公子，这是为您新换的茶具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每件都在烫过半炷香后清洗3遍有余。鬼你都不嫌弃，你和杯子较什么劲儿？亏你还人称白姑娘，怎么和包黑炭一样糙啊？哎，清明姐姐，你知不知道公孙大哥这间屋子最后一次闹鬼是什么时候？他这间屋子不闹鬼啊。那沈公子怎么死活都不敢住？
他一醉酒啊，处处生威。荷儿没告诉你们吗？包公子那间才闹鬼呢。啊？什么？不会吧？要不今晚咱们在公孙大哥这间屋子挤挤吧？是。换房间可以，想和我挤在一起免谈。包拯，啊，我跟你们换房间吧。那多不好，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住那闹鬼的屋子呀。没事的，好歹我从小在安里长大，会画些驱鬼符什么的。哎，你有驱鬼符，昨天怎么不拿出来？包黑炭是人，我就不是啊。我亲自给你守夜，你竟敢看不上眼？我不比驱鬼符好使啊？你好使，你好使。再说，我常听师傅说祸害1000年，我掐指一算，你命长着呢。伶牙俐齿的公孙公子竟然也吃瘪了，稀奇啊，稀奇！你少在这幸灾乐祸。阿仁姐姐，驱鬼符是不是真的有用啊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用过。哎呀，死马当做活马医吧。一会儿你多给我画几张。没问题。包公子，哎呦，你还在这儿啊？吓死我！怎么了？硕嘴里又出现迷迭香了？不是，我还以为您不理我了。啊，合着你一大早往往爹爹跑过来，就是为了看他理不理你啊？怎么，你担心他被鬼屋给收了？您真会说笑，我都盘算好了，那鬼屋啊，必须得留给包公子住，否则那闹鬼之谜就没法破了。你这招也忒损了。所以你宁可看沈公子将错就错，也不告知实情。哦，差点把正事忘了，我来啊是告诉诸位，上官将军啊把凶手给逮住了。啊？这逮住了？说，你二人为何一大早便急匆匆离开客栈？将军，我们行程紧张，耽搁不起，早早出门也是怕搭不上第一趟船。本将军不是说过吗？在没有查到凶手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。你们胆敢把本将军的话当耳旁风，私自出逃，是不是心虚啊？将军，是民妇执意要走的。自从昨日这里发生了2起命案，民妇一直担惊受怕，所以就一心想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可谁知，这船家今早突然就不见了。那我们是跟凶手被困在一起啦？迷迭香。果然又是迷迭香。好端端的，迷迭香怎会凭空出现？我就知道，凶手啊断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们等着瞧，一炷香后定有命案发生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5级客栈要变成无命客栈了呀！傻子才坐这等死呢，咱们扎个法子渡河吧。好好好，我再说一遍，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，谁也不许离开，否则以凶手论处。江村摇落赞逢秋，旷世闻君独远游。天之亡我和杜维呀，这就是5等之命数。未曾同生，却要共死。你这人可真够丧的，还没死呢就急着拉上垫背的。况且人家都是拉一个，你倒好，一拉拉一窝。唉，此香虽不期而至，却并未开燃。感情是凶手故弄玄虚。夫人猜的没错，这血魂灵之香果真是个障眼法。少说2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
好在一时半刻我们尚无性命之忧。既然迷迭香能从天而降，那燃之有何难？只是不知到底是拜谁所赐。都给我从实招来！昨晚杜大人案发时，你们各在何处？可有他人为证？啊，我和夫人当时都在房间里，他是我的证人，我也是他的证人。学生，也在房中，未有人证。民女当时正在后院摘菜，不曾见过谁。小的没有人证，但是有画证。当时小的听了公孙公子的建议，正在祭拜美丹峰呢。小明和展少侠说完知心话后，便回房思量起抢亲大事。这不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就突然听到一声鬼叫，于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后续就不必说了。下一个，总算轮到我们啦，回将军，杜大人死前，包公子正和我们聚在一起呢。银票的事不都掰扯完了吗？你等还聚在一起做甚啊？莫非你们也想去做江洋大盗？包公子是问我们……学生是想问水姨，为阿策说媒的事儿。哦，不知南姑娘意下如何？民女，我等不欢而散，恰逢杜大人遇难，便一起赶过去。胡掌柜呢？胡掌柜在何处？将军，小民先前见胡掌柜往血魂林方向去了。血魂林？适才我等聚首一堂，然唯有一人不在。你是怀疑这只迷迭香是胡掌柜所为？学生认为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但此案兹事体大，学生不敢做负心之意。方才学生孤妄言之，将军且孤妄听之。那依你所言，神说鬼话不足为信，投注之疑不足为虑。那么好，就由你来去伪存真，看看胡掌柜是血魂林里的冒失鬼，还是这无极客栈的白日鬼。将军，听胡掌柜的意思，杜大人出事之前，此小儿曾在其房外溜脚。赶巧的是，胡掌柜刚指证你等不久，便避之若美。莫非他是担心他自己也将步入杜大人的后尘？将军正气凛然，威震四方。胡掌柜若是真发现什么，必定会禀明将军。香有在燃时，人无重生日。你等好自为之。包拯，你切莫空负了你那一个“整”字。是。走。哎，待会儿那坛酒给我送到屋里去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你给我过来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那个上官将军就是变着法儿的刁难包大哥。哎，包公子你放心，这儿有我罩着你，您想做什么尽管撒手去做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向别人提起。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？可胡掌柜此时会在何处呢？鄙人以我那得意之作担保，胡掌柜定是在血魂林。一个字还没写呢，你得意的够着急的。不急不急。好了，为防万一，不如我们分头行动。阿软，你留在客栈守住迷迭香。你二人去客栈附近和岸边搜寻，而后与我和阿策在血魂林会合。还真要去血魂林啊？那地方诡异的很啊！哼，你要是害怕，千万别跟来。不是，你走不走？包公子，我不怕。
我们寻遍各处，都不见胡掌柜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只剩血魂林了。包公子，先等一等。哎呀，总算是见到这所谓的血魂林了，当真是寒气逼人，晦暗无边啊！说的像你第一次见似的。公子说的没错，我来客栈不过1月，此行确实头一遭。怎么不见胡掌柜？包大哥，你忘了封魂白骨沙？自然没忘，不过我们一路跑来，不见一人。胡掌柜，此时此刻一定就在血魂林中。包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包公子，你脸上血！包大哥，你该不会是中了封魂白骨沙吧？包公子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你若是死了，我可怎么办？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少言语。等一下，你们先不必惊慌。我身上未觉不适，应是刚刚突然狂风大作，血水随风而来。啊！林子还没进，就先来一阵腥风血雨。这血魂林果真名不虚传。见血如见尸，你们说里面死的不会是胡掌柜吧？既有血风，便有肉欲，只是这血腥气寡淡，并不比人邪。最怕的是，虽然腥气寡淡，却杀气渐浓啊！哎呦，包公子，咱们这个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还是赶紧跑吧！这血字呼啦的是什么呀？此鸟身形似恶，看样子应是刚被蚕食不久。早就听闻恶生性凶猛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包大哥，你说那阵血雨会不会就是由他而生啊？极有可能。知鸟类百，不如一恶，精心惨墨的背后，必是大有文章。要我猜，这说不定啊，就是媚丹峰所为。听说牧野之战前，周武王曾与群至飞鸣，因此他预卜此战将会血流成海，尸积如山。眼前这恶，十有八九也是不祥之兆啊！真的？别的不说，你妖言惑众的本事倒是得了胡咧咧的真传。哎，好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找到胡掌柜。救我！胡掌柜！胡掌柜！救我！胡掌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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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生何事？救我！救我！他身体虚弱，要尽快送回客栈。但愿迷迭香还未开燃。快点！胡掌柜！包公子，我们先回房了啊！好。回来了。为何寿不吐香改吹箫了？这是上官将军想的法子，如此一来，燃香之人便无坚可肆。一旦凶手杀心已决，岂是一支竹箫能困得住的？你说，
胡掌柜是血魂林之案的凶手，还是继信人的下一个目标？哎，我记得杜大人房中的窗户上有一个洞眼。应该是和作案手法有关系。有没有可能凶手一直在房间里，等众人闻声赶到时，趁机混入人群？你们看见最后进房间的是谁吗？是胡掌柜。那如何解释窗户上的洞眼呢？许是不慎破损，或存留已久。杜大人临终惨叫，绝不是无中生有，而案发当时又无人从窗门出入，因此凶手极有可能与杜大人共处一室。可回想房中细枝末节，仍有说不清道不明之处。想不通的事情，就暂且放一放吧。可我还是认为此事至关重要。